Hello， 大家好，我是雨熊，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这集影片主题呢，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来德国旅游必买的 DM 战利品。那 DM 呢是德国一个非常有名的药妆店，而且它里面的东西都是修够短袜，然后超级好用，然后其中也有包括保健食品、美妆产品，还有一些生活用品。所以今天我会分这3大项来跟大家具体的推荐一下。毕竟我也是在这里生活了有半年的人，所以呢，我想应该我的建议蛮准确的。那有部分的产品是我根据小红书有一些来德国读书的博主们他们有推荐的，那我也一并买回来想要分享给大家。那如果说你对这集影片有兴趣的话，我们就废话不多说，马上开始咯。首先第一个呢，一定要来跟大家介绍，就是这个我超爱的补水胶囊。它不是安瓶，因为我之前看部落格有人说，就是如果是安瓶的话是没有办法过台湾海关的，但它这个不是安瓶，不是玻璃瓶装，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那这个的话是没有海关限制的，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带回台湾也是没问题。那这个呢，你看我已经空了2个了，这个是补水的，然后这个是比较偏保湿的，所以通常我会使用的时机点就是因为它是一颗一颗的胶囊，所以它非常携带方便。像我可能出去旅行，我就当个背包客，做联航的话，手提行李也不能超过100ml 的液体，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带这个小小的精华去，就不会因为液体超重然后就被丢掉，超级方便。而且就是小小一颗，它只要撕开之后，里面就是满满的精华，用一整张脸都没有问题。那这个是我自己最喜欢、最私心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款式。那这个蓝色的就记住是补水款、保湿款。那再来呢，橘色这个我也是用完了，那它这个效果是跟它差不多的。这个橘色呢，它是维他命 C 版本，所以代表它是可以比较偏抗氧化，然后美白亮白的效果。那依照我自己平常的习惯，就是我早上会用黄色的这一款，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再使用蓝色的这一款做保湿。那这2款我都非常的推荐。然后再来，之前我有买过这个是比较深蓝色的版本，那这个的话它是出夜间修护的版本，但我自己个人使用下来觉得它有一点偏油腻。那其他2款呢是比较好吸收的，所以就看大家的需求是怎么样的，可以去购买。那其实 DM 呢还有很多颜色，什么绿色啊、粉红色都有各种不一样的功效，可以去上网查查看。然后我这边就不多赘述，不过真的是跟大家私心推荐，我真的是回购超多次，真的是旅行必备好物，超级方便。那再来第2项呢是小红书推爆的这个火山泥膜，因为这个泥膜呢它是可以清洁毛孔的，然后有些人说是可以去白头、去黑头。那我自己使用下来是觉得它蛮速干的，就是可能放个5分钟，它就会开始变得比较干，然后就可以差不多去卸掉了。然后它也不太会伤我的皮肤，因为我自己也是算有一点偏敏感，因为像我本身是痘痘肌，所以代表我的皮肤上面是有很多痘疤、痘印啊，还有在发红的痘痘。所以有些时候如果使用这种比较刺激的泥膜，会让自己的伤口更加的难愈合，或者是更红肿。但我自己使用下来是没有这个感觉。不过一定要避免就是在眼周这边，就是不要涂到这个泥膜。那这个用全脸是没有问题的，但我自己是会用 T 字部位。那这个就是你敷完之后过几分钟，然后去洗掉，你的毛孔就会开始被打开，然后就会看到很多的白头。那时候我是真的有吓到，然后就可以拿一些棉花棒啊去把它弄掉，我就觉得感觉好像变干净、变清爽很多，所以这个也很推荐大家。而且它也才可能台币30块左右，反正就超级便宜，所以可以放心的买。然后再来呢是他们2款面膜。那这2款均价大概都是在台币30到45块左右，要看汇率，就也算还可以接受的价钱。还记不记得我之前在打包的时候有说，就是加拿大基本上是买不到片状面膜。结果来德国之后，我整个被德国的药妆店 shock 到，就是觉得哇，他们的东西真的品项非常多，而且又超级便宜，我根本不需要带面膜来。我那时候来德国前还带了好像4、5片面膜吧，我完全没用到，我都是用他们家的面膜。然后接下来呢是这个唇膜，我觉得呢这个唇膜也不错用，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个牌子，好像是叫巴乐雅吧，大陆人都这样叫。这个牌子呢在德国的 DM 是他们的自有品牌，所以很多东西都算很便宜。那再来呢是这罐它是补水喷雾，那这个补水喷雾也是我自己已经用到快空瓶，可能只剩下这样一点点了。这一罐台币真的是超级便宜，我敢保证它一定比雅漾活泉水更便宜。那这款的话，它就是一个 water spray， 所以它就是可能你洗完脸很干燥的时候呢，你就往身上这样一喷。我可以给大家示范一下，它的喷雾是非常细致而且好喷的，所以它完全都不会卡顿。有些时候就是很多那种补水喷雾这边都会很难按，然后就卡卡的，但它这个就很好用。
用，而且又很便宜。所以如果说你急需一个补水喷雾，然后买不到雅漾，或是想要找一个平替的话，这个真的是也可以买回去。那接下来呢是这个妮维雅的 sunscreen， 然后听说好像黄小米也有推荐过，但我不确定它是在哪里买的。不过我这一款呢是在德国买的。那这一款呢其实它也不太便宜哦，这么小小一罐，台币换算可能快要340多块钱，所以我觉得是不太便宜，没错。但是我觉得它的好处就是它上脸完全不搓泥，而且不会跟妆容打架。因为像我之前就有使用过别家的防晒，我就不说哪一家了，因为它真的超级有名，但是我自己用下来就是跟它可能八字不合，但就是我后来挑选防晒都会选择那种比较很快就成膜的然后不会跟我的底妆打架的。那这一款呢，就是我在这边使用，它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然后它也不会跟我的妆容打架。但缺点就是它单价有一点高，不过我觉得一切都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然后也有很多网红推荐，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来这边买。那再来下一个呢是这个，它是 DN 自有品牌的美妆蛋。它长得就很像 Beauty Blender， 然后这一款呢是我的第2颗美妆蛋，因为我之前已经买了，然后后来发现它超好用，因为它吸水之后它不会膨胀的非常非常大，它是会膨胀，但是它没有到那种炸的很夸张的那一种，但它也不会到很吃妆容，所以我觉得它已经算是很好用了。台币可能就个30-40块、50-60块，反正也超级便宜，所以如果有需要美妆蛋的话，也可以试试看买这个，然后它也有不一样的蛋的形状可以选择，那我自己是喜欢这个蛋形的。那接下来呢，我要来介绍第2 part， 就是大家都很关心的保健食品。因为来德国呢，很多人都会选择买什么德国鱼油啊、维他命 C 啊，反正就是因为这边的保健食品比台湾单价都便宜很多，而且又是德国制造，听起来就是非常的安心，有没有？所以很多人都会来买保健食品。那我自己呢也很需要保健食品嘛，所以我自己也囤了很多。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一样。首先第一个呢是这个维他命 C 发泡锭，这个维他命 C 发泡锭红到什么程度？就是你看每一个部落客介绍德国的 DN 的时候，你都一定会看到这个发泡锭，而且它定价超便宜，根本不到1块钱，你就可以获得满满的维他命 C。里面呢其实是有好几十颗的，所以你可以每天都泡一杯来喝，都不会觉得心疼。你30块可以买一杯饮料，然后你可以泡10天的维他命 C 水，所以我真的觉得超划算。然后这一款呢，我买的是维他命 C 的版本，然后你要记住是橘色的盖子，这一款我觉得是所有里面最好喝的，因为我喝过红色盖子的，就是有一点加蔓越莓还是什么莓果的口味，我觉得就收手。那我没有全部都买，我就是只买这个维他命 C， 因为我真的觉得它是最好喝的。其他还有很多颜色的瓶盖，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是不一样的维生素之类的。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如果说你单纯只是想要泡一个营养的维他命水来喝的话呢，就买这个就好了。然后DN的话，我记得是最便宜的，可能0.7、0.9块而已，所以超级便宜，一定要买。那再来呢，也是这个冲泡的。那这个的话，它也是柠檬水。这个是我看我的室友他在买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喝起来蛮好喝的，所以我也一起入手了。那这一盒里面呢，它有20小包，它就是1小包1小包的粉。那你就是在喝水的时候呢，就把这个粉倒进去，就会变成一杯很好喝的柠檬水。不管冷的热的都可以泡，所以我自己觉得还蛮方便。所以如果说我之后开学然后想要早上来一杯柠檬水，我就直接把它倒进我的水壶里面泡开来就可以喝了，所以也是很方便。而且这一个好像20包才1点多块欧元，所以也不算太贵，也可以入手，我觉得还蛮方便的。接下来是这个是叶黄素，也就是顾眼睛的。那这一款呢是就推荐我的，就是之前跟我去伦敦的那个朋友，他自己就是非常需要顾眼睛的人，所以呢他都会固定吃这个叶黄素。那这个叶黄素也是很多网友就是非常大力推荐的，所以呢我也很推荐大家可以买这个，尤其是大家都长期的盯眼睛啊、剪片啊、拍片什么的，我真的觉得这种顾眼睛的就非常的需要，尤其是坐办公室的人。那再来呢是这个德国鱼油，因为大家都知道德国鱼油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嘛，在台湾如果买德国鱼油，我记得可能都要快上千块，那这一个呢好像也才180块吧，反正就超便宜，可能4-5块欧元而已，所以大家来德国一定要记得多买一点鱼油回去。那我自己买的这个是 Omega 3，然后它是只有1000的，因为我之前有看到好像有1200、1500，那我是觉得有点剂量太高。我记得鱼油有使用年龄的限制，大家可以去查一下，然后还有每天建议的用量。那这里面呢总共有60颗，每天1颗的话可以吃2个月，所以还蛮划算的。然后它也不会到太贵，所以我自己囤了蛮多回去的，那就认这个鱼的标志就知道了。
那再来是这个维他命 C 的部分，我有吃过2个，一个是维他命 C1000，然后加锌，还有加维他命 D3的，还有这个纯维他命1200的。我觉得使用感受就是这一款的胶囊比较小，比较好吞，然后这一款胶囊比较大，比较难吞。那保健食品这一趴就差不多结束了，因为其实还有很多保健食品都还蛮多人推荐，那我就是根据我自己的需求买了一些保健食品可以推荐给大家。那接下来呢是一些生活用品。首先第一个是这个胃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也是我在 DM 买的，然后药局也是买得到的。那这个的话，它其实是咀嚼定，所以它不是吞进去的或者是胶囊的那一种，它就长一颗一颗，然后你就是慢慢嚼，慢慢嚼把它吞下去，然后可以一天吃2颗。那我之前就是在布拉格的时候，肚子很不舒服，然后觉得胃很胀气，所以我就直接去 DM 买了这个来吃。哦，对了。DM 不是只有德国才有，应该周边的国家都有 DM， 只是说可能单价不太一样，但它的产品基本上都是从德国来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买。那这一款呢也是有在药局卖的，所以我也是很放心的入手，这也是很多小红书有在推荐的，所以如果你们临时胃痛的话，也可以拿这个来救急一下。然后再来是这2个贴脚的，因为我之前买了一个乐福鞋，然后我是第一次穿，所以那时候还蛮磨脚的。我后来就去 DM 买了这2个，它这款是贴在高跟鞋的后面这个地方，然后让它不会压到你的脚。然后这一款呢是直接贴在脚上的，就是大家贴 OK 绷的地方，你就直接贴这个。我跟你们讲，这个超好用的，因为为什么你们知道吗？我后来买回来才发现，它不是一层薄薄的胶带或贴纸什么的，它是有一层厚厚的细胶在里面，所以等于是它保护了你的脚踝，不会让你被那个皮给划伤。我自己觉得超级实用，它真的超好用的，所以大家如果很常被磨脚的话呢，这个一定要买好吗？超好用的。再来是这个法国的牌子，它是除毛膏，大家应该有看过啦，可能台湾有卖，只是在德国这边好像一条也才150、180，所以非常的便宜。然后它有分2种，一种是可以除全身的，然后一种是给你除那个妹妹毛的，就是可以除比基尼线的那个。那我这个是可以除全身的，因为我这次来德国忘记带除毛刀，所以就非常尴尬，没有办法除我的毛毛。那我就去 DM 买了一个这个。后来才发现说它非常的有名，然后是法国的牌子，它非常温和不刺激，然后很快速的你就可以把这个毛毛给脱掉。它就是敷一层厚厚的在毛上，然后过个10分钟再把它全部卸掉之后，你的毛就全部不见了。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的毛其实也是蛮少的，也是多亏了它才可以让我在夏天的时候实现了没有毛的自由。接下来是这个 Tea Filter，在 DM 的话可能不会长这样，但它的产品功能就差不多，就是你如果是买茶叶，然后你没有一些茶具或是滤网去泡的话呢，你就直接把这个茶叶放在这个简易的 Tea Filter 里面，然后直接加热水就可以泡茶来喝。像我之前就买了茶叶，然后发现我不知道怎么泡茶，后来就直接去超市或者是 DM 就有卖这种 Tea Filter， 可以直接泡来喝，超级方便的。再来是这个冰块的塑胶袋。对，我不知道我要怎么称呼它，但它就是制冰袋。因为我之前发现我们的冰箱很小的时候，就有想到这个问题，就是我要怎么用冰块呢？后来就是发现 DM 有卖这个，我的室友也有买，它就是一条冰块，然后一格一格的，你倒水之后呢，它就会自动帮你封好，然后你要用的时候，你就把一格拆下来，一格拆下来，你就得到一块一块的冰块，所以它不占空间，然后又快速制冰，所以我也很推荐大家可以购入这个，如果你在德国生活的话。再来是2款洗衣用具，这个是有点偏漂白水，但是它是漂白粉吧。就是很多人说，如果你白色衣服被不小心染色的话呢，你就去 DM 买这个，可能1-2块钱就有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你的白色衣服变回干净的样子。然后这个的话呢，是我现在目前超级爱用的，我后来才发现它超好用，它是防染色片，就是你在洗衣服的时候，可能你没有办法按照颜色来分嘛，那我可能就会在里面放个1-2片这个吸色片，那你只要洗完衣服之后把它拿起来，你就会发现它可能变得紫紫红红的，就代表很多衣服的一些色素啊都掉在这个染色片上面了，所以你在洗衣服的时候，其他衣服就不会被染色，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用的。我后来才发现，我现在根本就是生活智慧王，因为有这个东西呢，让我的衣服再也不会染色了。最后的话是这个，它是一个小白海绵，我不知道台湾应该有类似的东西，但是它的功用就是它的海绵就是长得跟一般菜瓜布也蛮像的，然后它这个海绵吸水之后呢，就可以把你所有的皮革白色的皮革擦得很干净。那我这个用途就是我会沾水，然后去洗我的小白鞋，我的 Air Force One， 然后它就会从灰的变成白的，我觉得它蛮厉害的。接下来我要分享2个雷榜，是大家一定不要买的彩妆，就是这2个，我真的是踩到雷。
OK。虽然说他们家东西真的是便宜到不行，但一定还是会有不好用的产品。那这2个就是我自己觉得非常非常难用的。首先第一个就是痘痘贴，我觉得我最后悔的就是没有从台湾带痘痘贴来，因为我来这里就是痘痘狂冒，然后又没有办法就是买一个正常的痘痘贴给它吸脓。这个痘痘贴就是有贴跟没贴一模一样，就只是把东西贴上去而已。然后过个1天，你就会发现自己的痘痘贴不见了，就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屁用。所以呢，这个千万不要买，这个超级热。再来是这个卸妆乳，那因为我自己平常在台湾是用 Biolay 的卸妆乳嘛，大家应该都知道，粉红色那一罐超好用。然后我也是比较习惯用卸妆乳这种比较温和的，但有时候我妆容偏浓的时候呢，卸妆乳就会非常非常的难卸。但结果没想到这一款是难卸到连我只画一个底妆，它都可以卸不干净。就我刚来德国的那1-2个月，我就觉得自己皮肤怎么那么奇怪，就一直爆痘，一直爆痘，一直爆痘。一开始想说可能是水土不服，后来才发现原来是我自己底妆没卸干净。就是因为这个，我真的是用了3、4次、5、6次去洗我的脸，都没办法卸干净。这个真的是烂到不行，拜托不要买。我宁愿你们去买什么卸妆油啊、卸妆水，都不要来买这个卸妆乳，超烂到不行，而且它真的是我用过最烂的卸妆产品我真的不得不说，它真的有够难用，我真的是。好啦，那这次的战利品介绍就差不多到这边。不知道大家对哪一个产品最感兴趣，然后觉得是最实用的呢？我自己是觉得最好买的应该还是保健食品比较多，因为毕竟台湾被课了很多关税，所以保健食品都比较贵，所以还是很建议大家来德国的话呢，可以带一下保健食品回家。然后我记得规定就是每种只能带12条或是12盒，然后总共加起来不能超过36，所以大家也要注意一下数量，不要到时候被海关扣留。那以上的分享希望大家喜欢啦！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请在下方帮我点一下喜欢，并且订阅我。如果想要持续中，也可以到 Instagram 或是 Facebook 粉丝专页按赞。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喽，拜拜，Tschüss。